很快，球体中就钻出来一大群怪物，朝着人群直扑而来，数量多到子弹都阻挡不了他们前进的速度。直到亲眼目睹教官被怪物杀死，学生们才开始慌忙逃窜。他们绝大部分人从没见过这种生物，一时间校园里就成了人间炼狱。学生和教官都难逃一劫，不是被怪物切断四肢，就是被洞穿身体。教官们为了掩护学生离开，在阻击中一个个倒下。而更可怕的是，第二颗球体紧跟着落下。眼看事态发展失控，现场最高级的军官竟选择扔下学生，准备独自开车逃走。而下一秒，怪物就扑到车窗前，吓得他直接干翻了汽车，最终也难逃一死。现场越来越混乱，平日里天不怕地不怕的校霸，但此刻也被眼前的场景吓傻。虽然学生们都在抱头鼠窜，但有一名叫做奈罗的女学生却展现出了不同的一面。她捡起地上掉落的步枪，精准射杀了许多怪物。李教官也还在奋力保护着学生撤离，但是这时更多的球体正在不断降临。好在大部分学生成功躲进了教学楼，他们赶紧搬来桌椅堵住大门，外面现在已经全部被怪物占领，他们攻进来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在教官的组织下，他们急忙跑回宿舍，将自己的武器全部拿上。如今学校里已经不能再待下去，他们现在只能一路狂奔，朝着外面的2辆军车跑去，这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。很快，李教官和小黑教官就冲了出去，开枪进行火力压制。学生们听到信号迅速行动，按照计划分成2队，一个接一个有秩序地爬上了卡车。现在他们是学校里唯一的幸存者。听到动静的怪物立即向这边涌来，而一个女生却在这时被吓慌了神。她望着天空中被击落的飞机，绝望地傻站在原地。此时快要来不及了，李教官将他的手交给车上的学生后，就必须要去启动卡车了。可他却在快要爬上去时，因为脚滑不慎掉了下来，脚也被崴伤了。不知情的李教官已经发动卡车，车上的同学们拼命伸手去抓住同伴，可惜下一秒，一只怪物就扑倒了女生。李教官看见后想要下车去救她，却被赶来的小黑教官制止住。要是现在再不出发，所有学生都得死在这里。李教官别无选择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学生被怪物分尸。现在校园里只剩下了无数的怪物，再也见不到任何活着的人类。然而被怪物肆虐的并不只有学校，整个韩国首尔都遭到了球体的入侵，仿佛人类的末日已经来临。现在幸存下来的人只能前往军队的驻地，至少那里还算安全。而不知何时，一只怪物爬进了2号车的驾驶室里，导致车子失控发生了侧翻。怪物继续朝着车厢爬去，里面的学生见状急忙一阵开枪射击，终于将怪物干掉了。但他们发现驾驶室里的教官已经全部阵亡，而昭妍的腹部也在事故中被划伤了，根本无法支撑他走到目的地。眼看天就快要黑了，并且子弹都已打光，一行人决定在附近找个地方先休息一晚。而另一边，李教官驾驶的卡车顺利到达了军方驻地，在发现2号车迟迟不见到来后，他认定肯定是发生意外了，便找到司令申请驾车返回去找他们。但谁知狠心的司令根本就没想去管那帮学生的死活。要是李教官敢擅自行动，就直接就地枪决。他们是一群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，却在高考前全部写下了遗书。怪物的入侵导致国家满目疮痍，高3的学生们也因此被迫上了战场。在怪物的一次突然袭击中，一群学生却意外走散了。他们找到了一间房子暂时休息。现在他们不仅缺少食物，而且还有队友身负重伤。好在他们对屋子进行一阵搜刮后，找到了医药箱和干净的水源。一个眼镜妹在厨房发现了一包泡面，但她并没有告诉大家，而是选择跑到屋外吃起炉石。她想着一群人分着吃也吃不饱，还不如让一个人吃饱。吃完后，正当眼镜妹准备离开时，却发现远处有一只怪物正虎视眈眈地望着自己。眼镜妹被吓得大声尖叫，拼命往回奔跑。同伴们此刻也听到了动静，急忙跑出来接应，但现在他们已经打光了全部子弹，只能躲进了屋子里面。而怪物见从门口进不去后，便朝着屋顶爬去，似乎他现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智慧，懂得从烟囱的位置钻进来。智烈发现了烟囱的动静，急忙叫着众人转移阵地。大家从客厅转移到了房间里，怪物在外面疯狂地撞击着房门。与此同时，李教官不顾上级的警告，决定驾车返回去寻找走散的学生。驻地的同学得知后纷纷表示要一同前往，唯独胆小的眼镜男选择留下。而另一边，房间里的学生已经躲到夜晚，怪物完全没有要离开的迹象。但这时同伴发现昭妍的伤口开始化脓，而且发起了高烧，情况非常紧急，必须出去寻找救援。智烈建议大家跑到旁边的仓库，开着里面的卡车离开这里。大家都认同他的建议，但现在面临着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怪物堵着门口该如何出去。智烈表示自己比较瘦，先从窗户爬出去，看能否找些工具回来撬开窗户。随后他小心翼翼地来到了仓库里，但那只怪物还是听到动静，一路尾随智烈来到了仓库。就在智烈找到钳子准备离开时，终于透过卡车的后视镜发现了怪物。他用平生最快的速度撒腿就跑。当他回到房间里时，怪物也从烟囱爬进了客厅里。这时人们发现怪物似乎对声音特别敏感，于是他们在行动前将一张光碟放进了 DVD 里，并将音量开到最大，以此迷惑怪物待在客厅里。很快所有人都从窗户爬了出来。正当大家向着仓库移动时，房间里的 DVD 却出现了故障。怪物听到外面的动静，迅速从烟囱窜出。众人见状拼命向仓库奔跑，终于在最后一刻关上了大门。可正当希勒准备驾车离开时，
却发现这是一辆手动挡的卡车，自己没有学过。一旁的女生听后表示她来开，但希勒却并不相信她会。争夺之下，钥匙被甩到了角落里，但奈何位置太远，智烈伸手也够不着。同时，学生们此刻也发现了想从顶棚闯入的怪物。在这危急时刻，一个男生提议放弃受伤的昭妍，至少其他人用腿跑还有可能逃走。同学们听了他的话，都陷入了沉默，谁也不忍心就这样丢下同伴。随后，男生提出一个不那么残忍的建议，就是让一个人出去引开怪物，剩下的人趁机逃走。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，他们采取抽签的方式，谁抽到最短的筷子就出去引开怪物。很快，大家都亮出了自己的筷子，只有希勒迟迟没有公布。张珠见状，将自己的筷子折断站了出来。难것 같아。간다。而只有希勒知道，抽中最短那根筷子的人是自己。张珠出去后，他用力敲击铁桶，发出声音，很快就将怪物吸引走开。其他人也趁机拿到了钥匙，驾车逃离。张珠望着成功开走的卡车，欣慰地松了一口气。但怪物很快追来，不久他就被逼到了一条死路。就在他准备认命时，原来是希勒，他没有丢下张珠，选择离开。原来他想起了怪物害怕低温的事情，用液弹喷射冻死了怪物。就在两人离开时，又一只怪物朝他们扑来。好在李教官及时赶来，将两人救下。纳罗用枪精准射杀了怪物。在经历重重困难后，他们终于得救了。一行人重新团聚在一起。回到驻地后，大家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，就连校霸也收敛了脾气。上级得知李教官私自行动后，并没有对他进行责罚，因为他将孩子安全带回，也算是给了家长和上级领导有了交代。此后的日子里，学生们每天只做一些简单的训练。正当大家以为日子会这样平静下去时，军队里却传来了噩耗。此时军队收到情报，除了低铀子弹以外，联合国在开发一种能够杀死怪物的超低温炸弹，但目前还没能量产。同时，军队在与怪物的战斗中已经战损过半。有将军提议说，等冬天到来再去消灭怪物。此话一出，司令勃然大怒，说等到那时人们早就死光了。于是他下令，直接让学生们到前线消灭怪物。학생예비군들뒀다뭐해？确认计划后，司令带着李教官来到了学生面前，告知了接下来的作战安排。得知明天就要上战场，学生们都无法相信。李教官虽然于心不忍，但是下达的命令不得不执行。回到宿舍后，大家都没了心情，只能按照要求写下遗书，至少能有个交代。等到夜晚，李教官找到他们一起共进了晚餐。这些都是自己亲手带出来的学生，他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出去后又能有多少人活着回来。第二天，学生们被分成了2支小队进行行动，每个小队长都分到了能发现怪物的探测器。随后，他们便来到了城市中心，这里一片狼藉，早已没有了人类活动的迹象。他们沿着街道向前走去，这时探测器突然响了起来，显示前方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目标，一大群怪物正在向这边靠近。李教官立即下达准备作战的指令，学生们纷纷找好掩体，严阵以待。李教官将地上的玩具车向前扔去，发出的声响很快就引起了怪物们的注意。他们从周围的居民楼里源源不断的涌出。等怪物进入最佳射击距离后，李教官下达开枪指令，学生们互相配合着猛烈射击。他们的枪法在这些日子的训练中越来越熟练，成功压制住四面八方扑来的怪物。然而就在战斗正激烈时，怪事却出现了。这帮根本不怕死的家伙却学会了躲藏，他们仿佛是被什么东西下达了命令。就在大家一脸疑惑时，一只速度极快的怪物突然从后方冲了过来，就连子弹射击的速度都跟不上它的移动。学生们都被这只怪物吓慌了神。好在沉着冷静的李教官抓准时间，连开数枪杀死了怪物。而又在这时，2只怪物从楼上飞下东西，企图砸死下面的学生。现在这些生物仿佛拥有了智慧。接下来，学生们两两一组，在街头向尾追剿怪物。纳罗则作为狙击手，在楼顶给队友进行火力支援。在经过一场恶战后，他们来到一所学校，准备在这过夜。突然，李教官将学生们叫到一起，告知了大家他的决定。因为从今天的遭遇可以看出，市区的怪物数量非常多，他无法确保学生们的安全，所以明天天一亮，他就会带着大家返回驻地。临近半夜，昭妍找到自己爱慕的李教官，想告诉对方等自己毕业后跟他交往的心意。然而，正当昭妍准备开口时，却遇上了出去拉屎的小胖。被憋坏的他只能一点点的缓慢挪动。尴尬之下，昭妍只好把话憋了回去。而与此同时，纳罗和智烈正在楼顶放着哨，智烈也想趁着此次独处的机会表白。就在他鼓起勇气时，纳罗突然发现了远处的异象，在1公里以外的位置出现了一只怪物。这个距离在探测器的检测范围之外，怪物和天空中的球体一同发出诡异的光芒，似乎在进行某种交流。他们立刻将消息告诉给李教官。根据纳罗的观察，
怪物和球体一直在这个位置徘徊。李教官看到这个位置，瞬间明白了，那里正是政府新建的避难所的位置，肯定是地上怪物在给天上的球体进行指引，那里将会是他们攻击的下一个目标。但李教官表示，明天依旧按照计划撤离，这个局面是他们无法应对的。学生们知道李教官是在担心他们的安危，但这次他们不再选择躲避，他们认为自己的父母很有可能就在那个避难所里，他们想留下来消灭怪物，保护自己的家人。看到学生们心意已决，李教官很是欣慰，于是经过一整晚的商议，他们决定明天一早进行围剿怪物的计划。按照传统方式搜捕怪物根本来不及，所以决定将他们所在的学校作为爆破点，将怪物全部吸引过来，一举消灭。接下来学生们开始分头行动，一部分人负责尽可能的收集之前部队在这里遗留下的炸弹，他们将炸弹和DU子弹绑在一起，分别按照10米的间距将炸弹布置在教学楼的每一个地方。另一部分人负责找到能够发出声响的设备，还有几人则来到楼顶负责观察怪物的行动情况。就在炸弹布置工作进行到一半时，在楼顶观察的学生发现怪物开始向着避难所的位置前进，李教官只能下令提前开始行动。收到指定的学生们打开了学校的广播，楼下的学生也触发了汽车的警报声，瞬间声响就响彻了整个市区。怪物听到动静开始大规模的向这边涌来，但此时炸弹的布置还没有完成。李教官从学生手上接过工作，给了小黑教官一个眼神，让他先带着学生前往汇合地点，自己留下来继续布置。但学生们都表示拒绝，他们不忍心扔下家人般的李教官，但面对李教官的大声怒吼，他们也只能选择相信他。很快，越来越多的怪物向着学校这边扑来，甚至还出现了一只巨型怪物，正是他在指挥着群体的行动。不久后，学生们都来到了约定汇合的位置，望着成群结队冲进校园的怪物，不由得为李教官担忧起来。此时怪物已经进入了教学楼里，李教官也完成了炸弹的布置。正当他准备离开时，发现怪物已经顺着楼梯往上扑来，他立即向着另一侧的楼梯跑去，结果这里也已经被怪物堵住去了，并且还有怪物从楼上钻了进来。无路可走的李教官只能原路返回，而外面的巨型怪物还在发出信号，指挥着同类冲进大楼里。眼看自己已经被逼到了绝路，并且子弹已经全部消耗殆尽，别无选择的李教官只能暂时躲进了一间教室里。他来到窗前往下望去，从这里跳下去显然不切实际。而另一边，迟迟不见李教官到来的大家都十分焦急。这时对讲机响起，是李教官下达引爆炸弹的指示。他说自己已经逃出来了，但是赵岩看穿了他在说谎。李教官索性也不再隐瞒，他表示自己已经无法逃离，要是现在再不引爆炸弹，那么大家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。약속했잖아요. 끝까지 우리 지켜준다고 말해놓고 끝까지 지켜준다는 약속 지키지 못해서 어른으로서 이런 전쟁에 끌어들여서 죽지 마라. 소대장의 마지막 명령이다. 폭파 실시한다. 在经过一阵思想斗争后，即便再如何不舍，他们也只能按下了引爆按钮。至此，放学后战争活动第1季正式结束，但是人类与未知生物的战斗却依旧还在继续。